不要说欧阳俊兄弟俩担心战远会离开，就是欧阳太太等人也都担心。战远的身份在他们家里当个厨师，他们也觉得不妥呀。但是战远烧的菜好吃，他们的胃口都被他养熟了。若是战远离开，他们又得重新去适应下一个厨师做的饭菜了。欧阳婷想的更多，大姐最欣赏强者，战远在厨艺这方面属于强者，在经商方面也不差，又是千亿豪门的少爷，与大姐更加般配了。大姐会不会动心？战远对大姐就是不一样的，大姐多少都感受得到吧。大姐，你是不是赶走了战远哥哥？他怎么没有跟着你一起回来？欧阳俊接二连三问了好几个问题，话里话外都是担心战远会被大姐赶走。战远不仅做菜好吃，还会陪他们玩。欧阳俊兄弟俩是真的很喜欢战远，觉得战远哥哥很会玩，跟着战远哥哥一起，兄弟俩开心得很。而且战远哥哥还会功夫，他们还想跟着战远哥哥学功夫呢。天气冷，我让战远回去休息了。欧阳雅被两个弟弟吵着，忍不住分别戳了一下两个弟弟的额头。战远在咱们家里才干了多久呀？不过是2个月的时间，你们的心都被他收买了吗？这么怕他跑了？大姐，我喜欢战远哥哥，战远哥哥很好，我就喜欢他嘛，你不要赶他走好不好？大姐什么时候说赶他走了？欧阳雅好笑地轻捏了一下弟弟的脸，带着两个弟弟走回到沙发前坐下。大姐真的是叫战远回去休息，并没有赶他走。他是厨师，在我们吃饱喝足了，他的工作便完成，下班了很正常。他这样说，小兄弟俩略略放下心来。欧阳俊还问出了大家的心声，大姐，若彤姐姐说战远哥哥是战家的少爷，战家跟我们家差不多的，你知道他真实的身份后，还会继续让他当你的私厨吗？欧阳雅想了想后说道，只要我没有吃腻他做的饭菜，他又没有请辞的话，他就会一直是大姐的私厨，你们以后也还能吃到他做的美食。真的？欧阳俊大喜，再次求证，得到了答复后，开心的和弟弟一起跳起来，边跳边拍掌，笑着，真好，战远哥哥不走了。欧阳雅对家里人说道，战远是管城战家的6少爷，这是他的事，他当初来我们家应聘，是凭着他的本事进来的，他也清楚他进来是做什么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在薪资福利上，我又没有亏待他，他做的也是他喜欢做的事，厨艺亦能更上一层楼，所以一切不变，他还是我的私厨。他也会离开，等到我吃厌了他做的饭菜，或者他要自己辞职的时候，他就会离开。欧阳雅看了欧阳婷2眼，接着说道，战远说他来 X 省，先来 A 市，是来当厨的，但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，就是他的未婚妻是 X 省的人，他还得去找他的未婚妻培养感情，所以他估计在我们家里也就待上半年左右吧。他奶奶给他的期限是1年。欧阳雅接着就将战家老太太给孙子们挑好了妻子人选，然后让孙子们在1年之内追妻成功的事都说了出来。众人都好奇起来，想知道战远的未婚妻是谁，但是战远不说，他们也无可奈何。欧阳雅再次看向欧阳婷，欧阳婷知道姐姐的意思，她说了，她不爱战远，纯粹的欣赏。姐姐老是这样看他做什么，战远的未婚妻是谁也不会是他，若是他的话，战远对他的态度肯定会不一样的。话说战远的未婚妻到底是谁？战家老太太怎么会在 X 省给战远挑了个未婚妻呢？战远先来欧阳家当厨师，再去追妻，他的未婚妻是 X 省哪个市的人？会是 A 市的吗？若是 A 市的，又是哪家千金？在他们市里那么多的豪门千金，有几个能比得过他们姐妹几个的？欧阳婷回想起战远对长姐的不一样，脑里灵光一闪，战奶奶给战远选定的未婚妻会不会是大姐啊？阿婷，有单生意上的事要和你说说。欧阳雅却以为妹妹沉默不语是为了战远，
便借口要谈公事，把欧阳婷叫上了2楼的书房。关上书房门后，欧阳雅先去给妹妹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姐妹俩坐在一起，大姐，阿婷，2个人同时开口。欧阳雅说道：“阿婷，你先听大姐说。”大姐，你说吧，我听着。欧阳雅拉住妹妹的手，看着妹妹的眼神柔和得很。她另一只手轻轻地抚摸妹妹的脸，咱们阿婷多好呀。大姐，你直说无妨。我问过战远了，是不是非要他奶奶选定的人？他说是。他说他虽还没有开始追妻，但那个不知名的女孩子已经是他的未婚妻，以后必定会成为他的妻。说他们战家人忠于婚姻，忠于家庭，一旦结婚便是一生一世，不会变心，不会离婚。除非妻子不惜福，出轨给他们戴绿帽子，他们才会离婚。欧阳雅温声说道：“阿婷，姐知道你欣赏战远，虽说你一直不承认你喜欢战远，欣赏其实是喜欢的前提。他也的确很优秀，为人温和，颜值也高，你会喜欢他很正常。但他既然有了未婚妻，咱们又不是嫁不出去，就不要去想他了。到时候姐帮你留意一下，总能找到一个跟他一样优秀的男人。咱们阿婷用不着和别人抢男人。”他哭笑不得地道：“姐，我跟你说过的话，你总是没有听进去。说了，我对战远没有男女之情，他有未婚妻是他的事，我又不生气，也不难过，更没想过和他的未婚妻争夺他。有句话姐说的对，咱们用不着和别人抢男人。男人嘛，他们若想要招招手，能有几卡车的男人排成长龙等着他们挑选。”欧阳雅审视着妹妹，见妹妹真的不易，她放下心来。还好战远上班的时间并不长，你没有陷得太深。姐说了，我没有。姐姐是压根儿不听他说话呀，把他的话当成了耳边风。姐，我反而觉得战远对你才是特别的，他看你的眼神，面对你时的笑容都是特别的。你这么聪明的人，我是不相信你没有感受到。姐有没有想过，战远奶奶给他挑的妻子人选是姐姐？欧阳雅皱眉，我连他奶奶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没有见过面，他奶奶怎么可能会选定我？再说了，他说了，到时候要辞职去追妻的。行了，你不难过，姐就放心了，以后离他远一点了，只吃他做的美食就好，不要再想其他的。他说过对战远没有感情的话，大姐是从来不相信。想想自己对战远的态度，欧阳婷又觉得不能怪大姐不相信他，是他对战远的欣赏表现得太明显。不过大姐这样劝他，他正好可以让大姐放心。过了年，他保证不会再来大姐这边吃饭，也远离战远，让大姐相信他是真的死心了。没有选择现在，欧阳婷是想着过年这几天他难得休息，没必要亏待自己的嘴巴，当着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，若无其事的过来蹭饭吃了。就是不要再在大姐跟前夸赞战远了，免得大姐误会越来越深。大姐，我听你的，以后远离战远。欧阳婷保证的说了句。大姐，我出去了。欧阳雅嗯了一声，她没有跟着妹妹一起出书房，等妹妹出去后，她身子往后靠在椅背上，想到妹妹刚才的话。欧阳雅努力回想，她有没有见过战家的老太太，最后她可以肯定自己没有见过。这几年她见过的老太太，除非是客户，有些客户年纪大了，都还在打理着生意，跟她谈着生意。那些老太太她都知道名字，绝不是管成战家的老太太。既然没有见过战家的老太太，那么战老太太就不可能选定她为战远的未婚妻。这样想着，欧阳雅忽悠自嘲地说了句：“我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我期待我是战远的未婚妻？她刚刚才劝了妹妹对战远死心呢。”欧阳雅很快就将战远是战家六少爷，也有个未追到手的未婚妻，这些事儿都甩到脑后去，与他无关，不是吗？他只是请战远当厨，从来没有考虑过从自己家里的工人挑一个男人嫁了的。欧阳雅很快便下楼去，
若无其事地陪着家人聊天，看看电视。他很喜欢这样的生活，只是平时他忙着生意上的事，天天早出晚归的，鲜少有机会这样陪伴家人。就是弟弟的调皮话多，欧阳雅都觉得格外的亲切。欧阳雅倒是平静面对，没有多想。战远回到宿舍，把门一关，还反锁了房门，隔绝任何人的窥视，便摸出手机打电话给大哥。等大哥接听电话了，他低声说道：大哥，我穿帮了。什么穿帮了？你做了什么事？战印声音低沉，听不出他的喜怒。欧阳雅知道我是管城战家的六少爷了，她那个老同学跟着丈夫出差去过管城，还在管城住了半个月，知道我们战氏集团。听我姓战就问起来了。我承认我是战家的六少爷。欧阳雅问我为什么隐瞒，我说他又没有查家谱，再者他也去调查过我2次。战印说道：你又不是刻意隐瞒，只是没有见人就说你是管城战家的六少爷，这算不得骗人。你进入欧阳家上班也是凭你的真才实学，又不是走后门，他知道你真实身份又如何？他为了不饿肚子不会赶你走的。就算欧阳雅要重新请厨师，也需要一点时间。况且欧阳雅现在还没有吃厌战远做的菜，对他来说，战远就是他的厨师。至于战远真正的身份，又不是在管城。战远是战家少爷，对欧阳雅来说真没什么影响。欧阳雅派人过来查你的时候，是大哥帮你遮掩的。他若是生气，你没有言明身份，他也查不到，你说是我帮你遮掩的就行。战远恩着，我说了，他也信了。那你担心什么？担心他知道你的身份后，就不吃你做的饭菜，把你赶走。战远被兄长问得哑了哑口，才说道：我是有点担心。他是欧阳家的当家人，我是咱们家的当家人，同样以当家人的角度看这件事，我觉得欧阳雅不会赶你走，反而会更加的欣赏你，觉得你为了追求厨艺更上一层楼，不惜隐瞒身份，放下身段，千里迢迢跑来给他当私厨。你的认真、负责、对厨艺的执着，会成为他欣赏你的优点。他这个人应该是很欣赏能干的人，他也欣赏能干的人。战氏集团里很多年轻的管理层，都是因为才干得到了他的欣赏，被他一点点提拔上来的。大哥，你似乎很了解他。战远有点酸酸地说道。战印就在电话里骂他了：老六，你这话说的，你要是在我跟前，我一脚就踹过去了。我是你亲大哥，我有老婆，除了你大嫂，其他女人再优秀，在我眼里都不算什么。我说了，我是站在当家人的角度看这件事，你要是体会不到，要不你回来，战氏集团当家总裁这个位置给你坐坐，你就能看懂了。你是我一母同胞的亲弟弟，我才这样跟你分析一下问题，让你好放心的追你的老婆。你竟然酸溜溜的跟大哥说那句话，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以后你的私事，你不要再跟我说，我懒得听你的事。战远赶紧道歉：大哥，是我说错话了，我没有其他意思的，就是觉得我都没有想明白。大哥远在管城，却能想明白，我羡慕大哥的脑子好使，是我的错。大哥，你别生气嘛，是我错了，我个老六。你别生气，也别让大嫂知道，否则大嫂在心里记我一笔。我以后若是闯祸挨你揍，大嫂都不会帮我说话了。战远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，那句话简直就是没有经过大脑就说了出来。大哥给他分析问题，他还算大哥分析得那么好，怨不得大哥像被踩到了尾巴似的暴怒了。大哥眼里心里都只有大嫂，除了大嫂，其他女人大哥都看不上。战印是把弟弟骂了个狗血淋头，并不会真的就和弟弟生分了。谁叫他就只有战远这么一个亲弟弟。不过他打定主意，以后弟弟感情上的事，他再也不吭一声。若是老六以后再和他倾诉，他安安静静的当个听众就行，绝对不会再吭一声。气死他了。行了，
你也27岁的人了，有自己的想法。以后你感情上的事不要再跟大哥说，你当大哥是什么？你们一个个遇到问题了都找大哥，以为大哥是爱情顾问。我和你大嫂的爱情，你们无法复制的，所以以后不要跟我说。战远讪讪的笑，知道大哥气还没消的，他赶紧问起大嫂和未出世的宝宝，转移了话题，才让大哥的语气和缓点。好一会儿，兄弟俩才结束通话。战远松口气的同时，抹了一把额头上渗出来的冷汗。相隔那么远，仅是打电话惹毛了大哥，也吓得他够呛的。轻拍了几下自己的嘴巴，战远自骂2句，叫你口无遮拦。以后大哥都不给我当爱情顾问了。那边的战印的确余气未消，用他的话说，弟弟若是在跟前，他保证一脚踹过去。海童推开房门进来，他在楼下和长辈以及妯娌们聊天，有点累了，才上楼准备洗洗睡。进房就看到战印神色冷冷的，很生气的样子。海童关上房门走过来，先是弯腰凑到战印跟前，战印伸手就搂抱住他，将他往怀里一带，他便扑入他的怀里。紧接着他被他调整好坐姿，依偎在他的怀里了。他的动作猛，却也很注意保护着他隆起的肚子。搂抱着他的时候，他的大掌都很小心地拖着他的肚子。海童想转头看他，他拥紧他，低哑地道：“老婆，别动，让我好好的抱抱你。”海童便不动了，也放松了神经，舒服地偎靠在他的怀里。管城的冬天不冷，他们房里没有开暖气，就是窗户都没有关闭。战印很喜欢冬天开窗，说不开窗，一点冷空气都进不来，就感受不到冬天的到来。不过他很喜欢搂抱着他取暖，是他给他取暖，他是大男人，阳光气息十足，被他搂抱着就如同靠着一个暖手炉似的，很暖和。海童都要怀疑自家男人是故意开着窗让冷空气灌进来，这样他就要钻进他的怀里取暖。战印的下巴抵在他的肩膀上，彤彤，我爱你。海童的手往后摸着他的头，笑着，你今晚是怎么了？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你很生气的样子，谁惹你生气？哪个不怕死的在这个时候惹战大少爷生气，不想过年了吗？彤彤，你相信我爱你吗？战印没有马上回答他，而是问他是否相信他爱他。海童好笑的道：怎么不相信了？从知道你的真正身份后，咱们夫妻好好聊过了，我就100%的相信你对我的爱，没有再质疑过你对我的感情。就是那会儿很生气，你骗我，我也不是质疑你对我的感情，只是气你瞒着我，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坦白的，你都没有坦白，还让你家里人配合着你来骗我，我才会生气的。咱们都结婚这么长时间了，孩子都在我肚子里，过几个月就能出生。忽然间问我这个问题，老公，到底出什么事了吗？你跟我说说，是不是有人跑到你这里来胡说八道？是谁舌头那么长，说出他的大名来，我去骂他个狗血淋头的。都过年了，还说这种话惹他男人不爽，是想让大家都不能过个安稳年吗？海童是真想揪出那个人骂个狗血淋头的。战印松开了他，让他可以转过身来。海童转而坐在他的身边，他的大手搭放在他的肩膀上，让他靠着他的肩膀。我已经骂他个狗血淋头了。海童抬头看他，还真有人舌头那么长的呀，是谁？太平日子过得久了，海童还真想不到还有谁会跑来离间他夫妻俩的感情的。老六，老六，哪个老六？该不会是你亲弟弟吧？海童想到了自家亲小叔子，就是他那个老六。战印提到弟弟，还是满脸不爽的。他将刚才的事告诉了海童。海童听完后没有一点生气，反而笑得抱住肚子。老六，还真是老六呀，这飞醋都吃到你的头上来了，你还笑，你就一点都不生气？战印伸手轻捏一下他的翘鼻子，他都被气死了。我不生气，因为我相信你知道你对我的感情，知道你不会关注其他女性，对欧阳雅你也不关注不了解。
只是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老六在局里，他看得没有我们清楚。老六被你骂死了，也吓死了吧？海童的笑收不住。老六呀，还真的是老六，一句话惹毛了他哥，知道大哥炸了。老六怕是已经瑟瑟发抖，恨自己口无遮拦了，怕是明年过年都不太敢回来。哼！战印重重地哼了一声，他要是在家里，我保证踹他2脚，帮他分析问题。他居然用着酸溜溜的语气说，我似乎了解欧阳雅，气死我了。以后他们的感情问题就算找到我这里来，我也不吭声，他们说我就听，绝对不会说一句话。一个个的爱找我倾诉，当我是爱情顾问呀。海童笑着搂住他，亲了他一记，柔声哄着，好了，不生气了，老六也不是有意的，他将欧阳雅当成妻子看待了。他还没有走入欧阳雅的心里，会乱吃飞醋也正常。你以前不也乱吃飞醋，你还吃过小军和小飞的飞醋呢。觉得他们俩跟我太好，我太在乎他们。被老婆这样一哄一安慰，战印气也消了不少。你是他们的大哥，他们都敬重你，信任你。遇到困难了，首先就想到向你这个大哥求助。你该高兴弟弟们那般信任你。在电话里也骂了老六一顿，老六估计也吓死了。就别生气了，生气容易长皱纹。我希望我老公永远年轻俊美，我看着赏心悦目。战印笑，人是会老的，哪怕咱们保养的再好，年纪到了后也会满脸皱纹，头发花白，牙齿掉光。就算你老掉牙，我都爱你，在我眼里，你永远是最优秀的男人。而这么优秀的男人是我海童的丈夫，只钟情我一人，独宠我一人。等宝宝出生了，你可以分一点宠爱给宝宝，但你最爱的还得是我。海童想到有了儿女后会分走战印对他的宠爱，跟他讨价还价的要求他最爱的还是他。战印亲了他一口，宠溺地说道，你是我老婆，我只想宠你一人，我的儿子以后会有他的老婆爱他，宠他，我是不会让他来瓜分我老婆的爱。半年后，战某人就会成为宠妻宠子狂魔，说过的话又打脸。用老太太的话说，这个长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自抽嘴巴，打脸打得啪啪响。不要生气了哈。好吧，你给老六求情，我就不生气了。要洗澡吗？我帮你放热水，好好泡个澡，舒舒服服的。海童看看时间，说道，还早吧，不着急。反正现在放假当中，第二天又不用上班，晚点再睡。我得先把红包准备好，你的弟弟们，只要没有结婚的，我们当兄嫂的都还要给他们一个新年历是吧？利利实实的。他是长嫂，像老七老八这些小叔子。海童觉得自己还是要给他们派个新年历似的，不在乎钱多钱少，有个好意头就行。当然了，他现在是战家的大少奶奶，不缺钱，出手的红包金额跟2年前比，那是大了很多的。战印说道，给老七老八和老九就可以了，那几个都有了未婚妻，给他们的就随便塞200块钱进去可以了。海童扑哧的笑，200块钱给他们，像是打发叫花子一样了，又不是我以前包的红包都是10块钱、20块钱的，反正咱们这边的红包小，在全国都是出了名的。如今她是战家大少奶奶，给小叔子们200块钱的利是钱，她给不出手了，至少也得给10万8万的吧，或者直接在红包里面塞一张支票，塞支票的话就要更多了。战役也笑，不过是咱们的传统，讨个意头，利利是是，他们也不在乎金额的大小的，他们的钱比你多呢，那是他们的，我当嫂子的给他们过年红包，是我的心意。行，你安排，咱们家你做主，你说了算。需要多少现金，我明天去帮你取回来，或者直接给他们塞张支票算了，省事。好，海童也觉得塞张支票好一点，方便，省事，还不用太大的红包。老婆，我有新年礼物吗？战印忽然问着。他留意到海童最近买了不少东西回来，又不让他看。
应该是给他准备的新年礼物吧。他不要求多贵重的，只要有就行。是他送的，哪怕是一根草，他都会当成宝。海童娇笑，我和肚里的宝宝就是你最好的礼物了。战印拉过他，在他唇上亲一口，亲一口还不够，按住他的后脑勺，他加深了那个吻。夫妻俩好久都没有同房了，医生说前后3个月不要同房，现在其实可以浅尝一下的。战印担心对宝宝不好，始终忍着。吃了这么久的素，很容易擦枪走火。紧急结束那记深吻，战印在他耳边低哑地说道：“等宝宝出来，我要连本带利讨回来。”海童脸红红的，娇嗔着他，他这副娇羞的样子，让战印更想缠着他燃烧几回，最终还是忍住了。深吸几口气后，战印松开了他，温声说道：“我去帮你放热水，先洗澡，早点休息。”说着，战印就去浴室帮他放洗澡水了。海童看着他的身影消失，片刻，他从浴室里出来，又去帮他拿了睡衣，问他要洗头吗？我帮你洗头吧。他大着肚子，自己洗头有点不方便了。昨晚才洗的头，今晚不洗了。我小时候，我妈妈常说不要天天洗头，说老了容易头痛。我都是隔1天洗一次。天天洗头是不是就容易头痛？海童不知道。以前很多大人都会这样说。他头发长，就算母亲没有说过那样的话，他也不喜欢天天洗头，特别是冬天。那明天中午我帮你洗，晚上不洗也好，晚上天气更冷一点。战印眼神深深地看着他，要我帮你洗吗？或者咱们一起洗？我不介意洗个鸳鸯浴，就怕你辛苦。海童意有所指。海童起身，从他手里拿过了睡衣，笑着：“我自己来吧，不用你帮忙。我可不想大冷的天你去洗冷水。虽说管城的冬天不冷，但到了晚上，气温还是低很多的，这种天洗冷水容易感冒。”战印看着爱妻走进浴室，他在沙发上坐下来，手机还在不停地响，是战远给他发信息道歉。看完了弟弟发来的10几条道歉信息，战印回复弟弟语音信息：“不用再道歉，我不生气了，不过下不为例，再有下次我就真气了。”战远赶紧保证不会再犯。刚才他真的是说话不经大脑，冲口而出。自己亲大哥，兄嫂感情还那么好，他还说了那样一句话，换成他是大哥，他也会生气。战远猜测大哥也和大嫂说了，大嫂哄住了大哥，大哥才真正消气的。等他回去要做一桌子大嫂喜欢吃的菜，向大嫂道谢。海童从浴室里出来，战印在浴室门口等着他。他穿着宽松的睡衣，肚子隆起，现在想弯腰，他觉得有点困难了。怎么站在这里？海童温声问着。战印伸手帮他理了理睡衣，一温声说道：“你洗得有点久了，担心你，便在这里等着你。想着再过几分钟你没有出来，我就推门进去看了。泡澡舒服，就多泡了一会儿。你去洗澡，我去床上睡着。刚洗完澡出来，有点冷。”战印回身就拿了他的外套给他穿上。等战印洗完澡出来，海童已经梦周公。战印本想和他好好的谈谈情，说说爱的，见他睡着了，他只得在他身边躺下，还在他的脸上亲了亲，低柔地说道：“彤彤也不等我出来就先睡了。”视线再落到他隆起的肚子上，他轻轻地摸了摸他隆起的肚子，不敢摸太久，怕把宝宝摸醒了再乱踢，影响了爱妻的睡眠。彤彤，我爱你。战印在海童的耳边轻轻地说着爱语。老夫老妻了，他还是喜欢跟他说这样的话，也是他的真心话。海童没有回应他，睡得香甜。战印不会吵醒爱妻，他很快便拥着爱妻入眠。与此同时的海城，趁着夜深人静，战一阳悄悄来到杜家大宅的后院围墙边。
仰头看着颇高的后院围墙，他能不能翻进去？借助翻墙工具的话，他是能翻墙而入的。大嫂点醒了他之后，战一阳悄悄来了海城，暗中观察着杜雨萌，看看能不能找到破绽。观察了几天后，战一阳还没有收获，他便想夜探一下杜家。就是这样的行为，非君子，万一让杜家发现，也会把他当成贼。思绪良久，战一阳决定拿上翻墙工具，翻墙入去看看。如果杜雨萌就是狐狸，他的闺房里肯定藏有他爱穿的那些红衣服。他穿过的红衣服，他都熟悉得很。只要能找到证据，就能证明杜雨萌是狐狸。战一阳就是想不明白，杜雨萌若是狐狸的话，为什么不说出来？杜雨萌说过对他颇为动心的，而他为了狐狸，没有按照奶奶的安排，不想再追求杜雨萌，也跟杜雨萌说明了他心不在他那里。之后，杜雨萌离开了管城，已经几个月没有与他联系。后来萌宝出现，奶奶似乎又有撮合他和萌宝的意思。战一阳有段时间也怀疑萌宝是狐狸，那是他自己发现的，觉得萌宝有时候有些动作和狐狸差不多。他和狐狸交过数次手，若是能与萌宝或者杜雨萌比试比试，他应该能辨认出来。萌宝是银狐爷爷的徒弟之一，奶奶跟银狐爷爷又是认识的。萌宝当时跟着师傅在游游山庄做客，战一阳又不好与萌宝交手。至于杜雨萌，战一阳刻意接近他，想按部就班追妻时，是调查过杜雨萌，知道杜雨萌学过一些拳脚功夫。他以为杜雨萌学的拳脚功夫和大嫂学的差不多，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，更不曾与杜雨萌交过手。这样想着后，战一阳扭身就走，不是离开，而是去他的车上拿翻墙工具。为了不惊动杜家的人，战一阳的车停在离杜家大宅200米远。他花了10分钟的时间，拿着翻墙工具回到了杜家后院的围墙边，然后将翻墙工具，其实就是一个扎实的钩子，只要钩子勾住了围墙，他就可以借助绳子翻墙而入。战一阳小心谨慎，扔了钩子上墙后，他没有马上攀爬，而是先扯了扯绑住钩子的绳子，确定了安全性，又静听了一会儿，确定后院没有动静，他才开始攀爬。学过拳脚功夫的他，借助绳子翻上杜家后院的围墙，对于战一阳来说还是很轻松的。很快他便翻上了围墙上面，正想往下跳的时候，看到围墙底下有好几条狼狗，狼狗并排站在那里，仰着狗头看他。下了站一扬一跳，还好他没有翻上围墙后就往下跳，否则准会被这几条狼狗撕了。这几条狗居然也不叫，大概是受过特殊的训练，专门等小偷跳下来了才开始撕咬吧。一人几条狗相互瞪视着片刻，战一阳低声说了句：“干嘛都喜欢养狼狗。”管城很多富豪家的后院也会养上几条看家护院的狼狗，有些养的还是藏獒，总之都是凶猛的，会有专人照顾他们，白天一般都是拴住，晚上才会放他们在院子里走动走动，顺便看家护院。战一阳没有把握能摆平这几条狼狗，他扭身就往回跳，出师不利。几条狼狗没以为可以练练牙口了，这个小偷却跳了，于是他们开始拼命的吠。几条狼狗拼命吠，很快就惊醒了杜家的人。负责照顾几条狼狗的2名男性工人来得最快，不过他们没有看到战一阳，见到几条狼狗都冲着墙头上吠，猜到刚才是有人想翻墙而入。真是好大的胆呀，杜家大宅都想翻墙而入。以为杜家大宅只养了几条狼狗吗？除了狼狗，杜家还有不少的保镖，他们个个都身手敏捷，拳脚功夫厉害得很，不说保镖，就是保安都有不少。小偷进来了，就别想逃出去。照顾狼狗的工人马上打电话到值班保安那里去，很快便有人跑到外面去看，看到了飞奔向车子的战一阳背影。他们追赶，当然没有追上，不过可以肯定刚刚的确是有小偷。半个小时后，
战义阳回到了他下榻的酒店。后天便是除夕，酒店里住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，大多数是旅游过年的人。战义阳并没有穿着夜行衣，他回到酒店，也不会被人怀疑他不久前刚跑去当了一回贼。神色自若地回到自己住的那间房，刚推门进去，还没有插卡亮灯呢，他就看到了房里电脑桌前坐着一个人，以为自己走错了房间，战义阳本能的就要往外退，退了2步，反应过来，他没有走错房间，他是用房卡开的门。若是走错了房间，他的房卡是无法打开这道门的。他将房卡插好，房间立时亮了起来，他才看清楚坐在那里的是狐狸。他还是一身红色大衣，因为海城冬天很冷，他在外面跑的话，不穿厚衣服不行。战义阳还是喜欢他夏天穿的红衣服，很多时候是一袭红色长裙，飘飘如仙，惊艳至极。他就是被那抹红宫占了心房，无法自拔，放弃了奶奶给他铺好的阳光大道，非要自己过独木桥。如今1年过去，他连狐狸的名字都还不知道。奶奶说过1年为期，若是他们1年内无法追妻成功，过年都不用回来。战义阳是跟奶奶说清楚的了，奶奶不管他的事，他其实可以留在家里过年，只是他想弄清楚杜雨萌是否就是狐狸，便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，孤身一人跑到海城来。